有点难理解。为什么你们外国人要把行李箱放在床上整理啊？我其实觉得没什么问题。为什么？短信就写着带吗 ？What does it even mean？ 份子钱 ，bro， 那你结婚的时候我需要给红包吗 ？bro， 8000打底。一些男的在 flirting 的时候会发自己的 photo。大家好，我是觉得。大家好，我是苏苏。大家好，我是凯文。你们可能听说过有一些中国人的习惯、事情，老外真的会觉得很难理解。我们中国人也会觉得你们西方人的一些事儿真的是无法理解。那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对方觉得匪夷所思的一些事情。我个人哈，我作为一个在中国很多年的老外，我感觉我已经挺融入这里了，但是还是有一些事情我自己有时候也很难理解。So， 我们直接开始吧。Let's do it。第一个西方人不太理解的事情，生肖。生肖怎么了？生肖有什么问题吗？我知道生肖是中国的一个传统，but 我一直很难理解生肖之间的 matching。啊，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了。比如说相亲，大家会说我属鸡，你属狗，是不合的。You know what I'm saying？ 你都还没有见面，你已经在 judge 他们是怎么样，有点难理解。那是因为省事儿了呀！你说你还花时间接触，然后发现，哎呦，真的是不合，人不浪费时间嘛？万一他们是 the one 呢？你在 judge 他们，按照一个……等一下，你们不要吵了，听我一句。我觉得大部分年轻人其实现在不太相信这个 matching 的事情。就比如说我属龙，他属虎，我觉得还是会给对方一个机会。就现在 not as much 了，但是可能你的爷爷奶奶会去给你算生辰八字什么的，对吧？一算不行了。你最终总是要过父母那一关，然后他第一件事就会问你，他属什么的呀？八字是什么呀？那问题来了，你的父母有算过我吗？哦，他们真的问过我，你属什么？哎，合吗？就是没有特别合，也没有特别不合。所以 bro， 你其实已经过了这一关了，但是你不知道。就是我只是不能和小属相在一起，像狗啊、兔子啊都不行。bro， 我的家庭不看这个 bro。来我的家庭 ，no matter what you 属。总结一下，就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长辈会 care， 年轻人可能无所谓了。还有一种场景，就比如说工作期间，比如说某个属相他会对我不利，如果不是必须合作，我可能就不要了。我觉得这个有点夸张。等一下，这个是 like racist but 属相 sis。所以选朋友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个吗？我不会，朋友应该不会，我所有都不会。所以很多人主要是 relationship 那个方面，最主要应该肯定就是相亲上长辈看的比较多。那我要说一个我们中国人很不能理解的啊，为什么你们外国人要把行李箱放在床上整理啊？里奥纳多那个 Catch Me If You Can， 他就是嘣放在那个床上。我之前觉得 OK， 电影里还 OK， 我有一次看到你妈也这样做，我的内心就，我有问你妈，我妈说，不是我妈说，哎呦，我妈说，你妈说，哦。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，我就是这样做了。好像他是因为马上他就要洗床单了，所以他就是说，我就没有想那么多。我的疑问是，轮子不脏吗？滚过水泥，然后摊在那好个床上。脏哎 OK，settle down guys， 解释一下啊。我其实觉得没什么问题。为什么？平时如果真的是要把行李箱放到床上，轮子也不会碰到床。不会，但是上面的泥会掉下来，它会在那个 edge， 但是你不会放在你睡的那边，你肯定会放在床尾啊。可是那也是床哎，我是在被子里面啊，我不会碰到那边啊。你们真的会觉得有那么夸张吗？会啊，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不可以接受。我是觉得别人的床无所谓，不要在我的床上。不是所有西方人这样子啊，但确实好像西方人真的会做这个事情。可能西方人就不怎么 care，like it won't hurt you。不要让这些小事情影响我的心情。对，大概就是开心最重要。对，好吧。这是不拘小节。下次我去旅行，把行李箱扔你床上，没关系，我就要轮子来滚几下。This year，就是 during Chinese New Year，我们在年30过年的前30分钟，素素突然就是 like bro， 我们要打扫，因为明天不能扔垃圾，不能 like sweep， 不能干活，什么都不能干。And 我就 like bro， 只有30分钟，本来就是在那边坐着，然后突然，这个东西肯定是一个
tradition。 Yeah， 那他有没有告诉你初一不能洗头？我这个也不理解。当然，年轻人就不 care， 我初一就洗头了，I don't care。但是我觉得这种传统还是挺好的，因为它其实不太影响你的生活啊，或者怎么样，它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细节嘛，对吧？就像你们说的一样，对吧？轮子滚一下也没什么，对吧？啊，你不能倒垃圾，不能扫地，就说你会把福气扫走。那我当然不知道福气是什么了，可是我就觉得就是这种小事情，我可以选择今天不做，我就选择不要去挑战这个权威，对吧？万一呢？万一把我福气扫走了，划不来的呀。能做就做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就没有无伤大雅的。OK， 那我们就玩那。初一的时候，我妈说不能动刀，然后那天我们家有朋友要来，要做一个鸡腿炖番茄，然后我前一天我把鸡腿准备好了，因为我知道那天不能动刀，但是我忘记切番茄了，然后我就跟姐姐说，那怎么办呢？今天不能动刀，可是番茄要切啊，你来切，因为你不在我们的算法内。外国人没有这个传统，所以 you're fine。 Hack bro， 你今后初一可以到所有人家里的垃圾，对，扫所有人家的地。bro， 初一倒垃圾150一次，初一切菜200一次 ，huge business opportunity bro。简单来说，它就是一个传统，也不会影响别人，so it's fine。会有一个好的兆头，所以对啊对啊，我觉得 that's great。下一个是我想说的 ，OK， 我觉得这个行为真的很恶俗。一些男的在 flirting 的时候会发自己的 photo。I don't understand。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偏见，我不觉得所有的那个，但很多人就是 Hey what's up like 确实这个东西是存在的。这个西方太可怕了。Why do you think I live in China, bro? Like you know， 很安全 ，no pics getting sent to me, you know。我说实话，我也真的不理解 ，but that 就是有些人就是这样子，好吧，guys， 就下一个，下一个。我觉得中西审美差异还是很大的。比如说我在中国见到人和别人说，哇，你的脸好小啊，我好羡慕哦。Like wow, your face is so small. so jealous. I'm so jealous. Like I want a small face. 所以西方人不会想要一个小脸吗？不会这么说吧？因为我感觉确实你在中国，比如说自拍的时候，你都会愿意往后一点，因为这样会显得脸小一点。这个我有一套我的理论，你看看有没有道理。就是你脸小的人在镜头里面，你的脸会变大，就变成 average。然后如果你是 average，在镜头里面会变成 big。大家平时看到的东西都是镜头里面的东西，所以大家会觉得哦，脸小的时候在镜头里就刚刚好看，所以大家都想脸小一点。可能很多中国人会更就是希望有一个 like small face， 对吧？西方人可能不会向往这个，但是他们会向往别的东西。我不想就是代表所有的西方女生，但是很多女生可能会更向往一个大屁股、豪臀。那我有问题，你们西方觉得是哪种脸型更好看？好像就真的无所谓，特别是比如说加拿大、美国，它其实就是一个移民国家，什么脸型都有。但是在中国就普遍你在影视作品中你看到的审美还是比较一致的，就大家都是瓜子脸、大眼睛，让你会觉得这是美的。其实我们西方就其实一样的，只是我们的推的审美就不一样。我觉得不要受这些东西的影响，就你找到自己的美，就是多元化一点也挺好的。对，就不要容貌焦虑，拒绝这些东西，不要被绑架。也是来源于影视剧啊，我们看美剧啊、电影啊，你会看到他们直接拿个杯子在水龙头一接水就喝了。我想呢，那可能是对吧，拍电影。然后这次我跟你去加拿大呢，去你朋友家里，然后他问我要不要喝水，我说要啊，然后他就拿了个杯子，然后跟我说在龙头里面接水，我的内心就哈，你这么解释，我就感觉听起来很不礼貌，很不礼貌，对吧？但是在加拿大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，特别是以前 ，like 大家都会从水龙头喝。我们甚至比如说在 summer 的时候，我们小朋友都在外面玩，然后就说哦我渴了，我不会进家里就是喝水，我直接 pull out the hose and just 喝一点水，然后放在那边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他们的自来水是健康的，但是会秃头，你知道吗？比如说英国水质就是超级硬，然后你喝完之后你就like 头发，所以英国就是你知道的吗？秃头的特别多。对吧？在中国，你把水烧完之后再喝的话，你不会掉头发的 ，bro。所以你的头发是中国帮你保住的 ，bro。感谢中国，真的。我觉得这还是有一点偏见，因为不是西方所有地方可以直接从水龙头喝水的。反正我个人也会觉得有一点点奇怪，但是我能接受，也可以理解。This next one， 我觉得是我在中国见过，我觉得就很离谱的一个事情。我有时候会收到短信，
然后那个短信就写着在吗 ？What does it even mean？ 就你为什么就不直接说？说有什么事情对吧？其实这个事情吧，中国很多人也很讨厌。对呀、但是它的起源其实应该是以前2000几年的时候，有 QQ 刚出现的时候，大家都喜欢网聊嘛，所以那时候就比较流行，在吗？我在啊，我有什么事情告诉你，这样，所以就一直流传到了现在。但是现在大家真的很讨厌，对吧？对，基本上如果在吧，我基本上是不会理的。对你发在吗？我是回你还是不回？比如说我1个小时之后看到信息，我回了一个在的，然后他再过了1个小时之后又问我现在在吗？我说你有事情你说事情、对啊，就浪费了2个小时。这到底是我在吐槽还是你们在吐槽？不是，所以大部分人也不喜欢，但是因为有历史遗留的原因 ，OK， so 很多人还是在说在吗？我总结一下，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，我就不回。如果真的是着急的事情，他们是会直接说的。有事说事，不要问在吗？你知道，我们中国人呢，一般习惯是在晚上睡前洗澡，但是西方人他会喜欢在早上睡醒出门前洗澡。然后呢，他洗完澡以后，这一天出去了，晚上回来的时候就会觉得，我今天早上已经洗过澡，所以我今天晚上不需要洗澡，我就直接去睡觉。洗澡怎么可以睡觉呢？有没有觉得苏苏所有的点都 very personal？ 我觉得是 like I feel personally attacked 。我要先解释一下这个事情。首先 ，I do shower at night before I go to bed. Sometimes, but not every night. Like tonight, I'm not gonna shower. Cause I already showered and 我今天也没有出门 ，so 我觉得没必要洗澡 ，OK？ OK。我有个问题，如果你今天去吃了火锅回来要洗吗？我这要看情况。但是你没有出汗，但是你吃了火锅，要么是洗个脸，要么就是洗个澡。就很多西方人是这样子的啊，不只是我。但我觉得我不能代表所有的西方人哦。我个人更喜欢在早上洗 ，cause like then I'm ready for my day。我刚起床的时候，我头发肯定很乱啊什么的。And like I'll feel a lot better if I like 洗头啊什么的，我还是会感觉更好。这个我作为中国人也补充一下，其实我也是早上洗的，但我早上洗的原因是因为我这种不长不短的头发，晚上睡完之后跟鸡窝没有什么分别，所以我一天有时候也不能洗2次澡，所以我现在是早上洗。See， 如果是一个 hot summer day， 那我回家我肯定要洗个澡 ，OK？ 但是你吃火锅不洗澡。没办法洗白了 ，OK， 反正就是一个习惯，好吧？那问题来了，大家觉得每天晚上都必须洗澡吗？我真的很好奇这个事情，留言或者在弹幕里告诉我们。Here's another thing， 我就觉得不太习惯啊，比如说我在公共场合什么的。我发现就很多人想跟我讲英文，特别是比如说有时候我用了我自己会觉得算是流利的中文啊，然后呢，他们就用英文回答。我就有点懵，我不是刚刚在用中文吗？为什么突然就是用英文跟我说话？然后我一直就是很难懂。我真的遇到过这种事情。我有一次在机场，然后有一个老外问我去哪里怎么走，他跟我说的中文，但我反射性我也在用英文回他。首先，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学英语的时候，就是本能的反应就是看到老外就是要学英语，他就是已经就在我们潜意识里面了。就说我其实知道我们用中文沟通更高效一点，但是我那时候已经反应不过来了， Bro， 就是 like 我要说哪一句，这句对吗 ？like 你知道吗？我已经紧张到我想把我毕生所学都说出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是一个身体的机能本能反应。同时，我觉得也有一点点的原因，可能是我靠，好不容易逮到一个老外练英语的时候来了 ，bro，free English class bro。我的观点是，就是你用中文跟我说话，我用英文回你，是因为你是外国人嘛？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反射性的尊重。既然你来到我们的国家，我觉得你可能中文不太好，对，我就 try to 跟你交流。那我们毕生所学的英语也是用得上的嘛，是不是？西方一直都讲究男女平等，对吧？那么为什么在西方结婚之后，女性要冠夫姓呢？哇哦 ，bro， 这个你怎 Bro， 么解释？就为什么女性在西方结婚之后会失去自己的姓，要用夫姓呢？对呀 ，bro， 男女平等哎！我再补充一下啊，就这个跟丈夫姓是指你的所有的证件上会直接改姓啊，不是说只是称呼你某某女士、某某太太，是真的你就改名字了。对，就是你以后就是这个姓了。对，你就没有自己的姓了。从一个男女平等的这个角度来说，它确实不平等了啊！这其实就是一个很早以前的一个传统。
差不多就是你属于我，然后你就是 like 有我的姓嘛。现在其实是有很多改变的，我不确定这个数据哦，但是我估计应该至少有一个20%到30%不会跟丈夫姓。但是我们是100%。I know, so that's impressive. 而且现在中国很多孩子也都是跟妈妈姓了。Really? 真的有一些，比如说2个孩子，一个跟妈妈姓，一个跟爸爸姓。你们落后好多哦。Bro， 我们西方太落后了 ，bro。杰里德加西方批斗大会。那你说为什么你们西方不会说是丈夫用女性的姓呢？因为反正是平等的嘛。也有这种情况，但是我觉得就是西方其实就一直没有改这个习惯吧。但是我觉得他没有跟以前那么夸张，就不会那么恶心，对吧？他是法律上要求吗？没有。我也在那边，比如说跟你朋友或者你父母聊过这个问题，就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一家人是在一起的一个体现，他们也不会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公平或者什么，就感觉是一个爱的证明，或者是我们是一家人。如果你可以用他妈妈的姓做一家人呀。我就是这么想的。是，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没有想那么多。我感觉很多人都是随大流的，也没有多想了。哦，既然大家都这样，我们也这样。一种选择吧，虽然说可能是源自于以前的某种恶习，但是呢，它在现在相当于是证明大家是一家人，是一种爱的方式，然后变成了一种默认的习惯。没有恶意，随大流。系统当然还可以改进。所以问题来了，到时候你也会就是不会有我的姓，你会姓发吗？还是你会姓王吗？我可以啊。哦，那我也无所谓。所以你的名字叫王哲发。份子钱这几年，特别是跟苏苏在一起之后呢，我就见过很多婚礼啊什么的，中国式的社交关系。因为就我们在西方一般不会给钱的，我们可能就是送礼物，但是在中国，你结婚给你1000块，然后我结婚的时候你也要给我1000，大家差不多。不，我一直就觉得这个东西没有意义，因为比如说 I'm giving you 1,000, you give me 1,000, everyone gets 1,000， 大家都在数就是我给你多少，你给我多少，我就觉得 it's kind of， 特别是如果你们之间都是朋友嘛，或者 even family， 对吧？我觉得是这样的。首先，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很讨厌这个，因为对他们来讲压力也很大。比如说有些地方可能有一些夸张一点的，送个2000、3000的，他们工资也才4、5千，然后2个红包出去就这个月就白干了。所以对年轻人来讲，很多人也压力很大，也不想做这个东西了。很早以前可能就送个100呀，回个100啊之类的，那时候就是一个传统，我觉得 OK。只是现在越来越夸张，就有个3000、4000了个8000。最开始大家只是为了表示礼轻情意重嘛，就是意思意思。对。然后可能后来又变成了你要给的多代表我们关系好，然后给的多代表我社会地位高，就卷起来了。对，卷起来就变成一个压力了。懂了。当然还有一个原因，但不一定是正确的。现在中国结婚要花很多钱，买房子、买车子，这个那个装修什么的，对，你压力会很大，相当于大家都出力帮你一把。然后到时候你结婚的时候，我也帮你一把，这是我的猜测啊，但是没有任何依据。听起来有点像众筹结婚。我先众筹一下，然后你结婚的时候，你到时候也再众筹一波。真的有那么点那个意思啊。所以你这么想就好了，它是一个本来很好的传统，美好的初衷。最重要的是不要给对方或自己太大负担，这是最重要的。Bro， 那你结婚的时候，我需要给红包吗 ？Bro， 8000打底。我最近几个朋友，他们结婚就都是就不要给了，因为他们就觉得给来给去显得很生疏，感觉用钱在衡量我们的友谊。对，我觉得就是我们都是朋友，我觉得没必要这样子。现在关系越好，反而就越不介意。对，不用，不要搞这种东西。对，太难了。最后还是要强调一下，这本来是一个很美的传统，就是大家互相祝福的传统啊。这个一定要明白，不能说我们现在变成就是大家比钱的这种游戏，就说这个是不好了，可能是我没有利用好这个好的传统。那当然呢，我们刚说的，尤其我跟苏苏，我们不能代表所有的中国人，所以我们说的肯定会有一些不太对的地方，如果有，大家请见谅，欢迎指正。我也没办法代表所有的西方或者我自己国家加拿大。还有就是，如果有哪些是你觉得别的国家很奇怪的点，你不能理解的，但我们今天没有提到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。留言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一起分享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请点个赞、关注还有转发，下次见吧 ，Peace。